蚩尤是在中国的神话和古书中以各种形态出现的存在，长着4只眼、6个胳膊、人身牛头的怪物，或者以铁为食、铜头铁臂的战神。而齐国的民众则将其作为发明弩、剑、戟、矛、铠和5种兵器的战神祭祀。然而这些并非是真正的事实。在中华，成为王并非由王决定，而是要被魔神蚩尤允许。史书记载，公元前220年，当时的秦王在统一天下之后巡视东方，天命所归的帝王们会在这里进行封禅仪式，并且向武神蚩尤祭祀膜拜。封禅之仪究竟是怎样的？泰山的山顶上究竟存在着什么？唯一知道这个真相的只有当时的秦王。山上白骨成堆，骇然异常。一个巨人坐在白骨堆上，津津有味地啃着一只人手，他正是魔神蚩尤。即使面对吃人的怪物，秦王依旧非常从容。蚩尤夸赞他够胆时，至今为止的王光是看到他就吓得颤抖不止了。他让秦王跪下臣服，再献上1万人的活祭，就允许他成为中华的皇帝。秦王一撇嘴，甩着绳子将身后的棺材扔给蚩尤，表示祭品已经准备好了。一具人形的物体从棺材里飞出，蚩尤拿在手上仔细一看，不由大怒，因为对方献上的居然是一具土偶。秦王举起地上的泥土，秦壤可是很美味的，他想吃多少都行。蚩尤还真的咬了一口土偶，然后呸的一声吐到了秦王面前，难吃。他警告这个年轻的帝王，没有他这个神的认可，他是没办法治理中华的。至今为止的帝王都是这么做的，他只要乖乖服从就好。但秦王却大声地说不好，像蚩尤这种丑恶之物下跪俯首，他还不如去死。蚩尤不由得大怒，你小子知不知道不敬神明会有什么下场？秦王摆出了应战的姿态，蚩尤不过是个吃人的怪物，竟也敢自诩为神。至今为止的王也并非王，只要干掉蚩尤，他就能成为万物起始之王了。被激怒的蚩尤扑向秦王，这场赌上性命的死斗整整持续了6天，最后以魔神蚩尤败北告终。此后中华的历史尽数掌握于一人之手。28岁的秦王于泰山进行封禅之仪，自称为始皇帝。回到战场上，始皇帝一击掀飞了冥王哈迪斯，而他所用的正是在与魔神蚩尤的战斗中领悟到的绝技，拥有5种体系的究极武术蚩尤。阿瑞斯不由得大惊，和他当时的情况一样，等反应过来就已经被掀飞了。居然能将哈迪斯的攻击吞噬，究竟是怎样的技术？赫尔墨斯看出了端倪。始皇帝只是将哈迪斯的一击承受并化解，然后原原本本的回击到了哈迪斯身上，也就是说，击中哈迪斯的其实是他自己的力量。承受了自己的力量的哈迪斯被打得头破血流，他强撑着站起来问始皇帝，对于他来说什么是王？始皇帝回答，不迷惑，不屈服，不依赖，永远立于百姓之前，那就是王。哈迪斯一惊，随后放声大笑，紧接着始皇帝也开始大笑。竞技场上回荡着2位王爽朗的笑声，围观群众一脸懵逼。笑过了之后，秦始皇才问哈迪斯在笑什么，自然是因为始皇帝和他熟知的那个人很像，神明不群，神明不谋，神明不仰仗。那个比任何人都高傲，也比任何神都正直，比任何神都适合的王的这个称号的神，他的弟弟海神波塞冬。赌上弟弟的名号，他作为波塞冬的兄长，他绝不会有丝毫的退让。哈迪斯捏紧长枪顶端，摆出了类似投掷的架势。始皇帝随即摆出防御姿势应战。之前的哈迪斯将长枪高举过头，以怪异的姿势朝始皇帝冲去，那并非突刺，而是枪原本的战斗方式。冥界之王用尽全身力气直落而下的砸击，大地毁灭者。长枪以势不可挡之势朝着始皇帝当头砸下。始皇帝再次使用蚩尤开始成立天凤。阿瑞斯大惑不妙，攻击又会被回弹了。但赫尔墨斯却说这可说不准。就在攻击被挡下的瞬间，两人脚下的地板轰然碎裂。哈迪斯猛地向前踏出一步，拽出长枪向后猛拉，向下的刚力和向后的拉力让始皇帝无法成功架开力量。哈迪斯的手臂青筋暴起，他深吸一口气，他可是冥界的王哈迪斯。恐怖的力量不断朝始皇帝施加而下，紧接着哈迪斯竟然靠着长枪高高跃起，轰的一声巨响，将始皇帝狠狠砸进了地里。随后哈迪斯以撑杆跳的形式轻盈落地，长出口气，一甩长枪。再看始皇帝已经躺在废墟里一动不动，吓得海姆达尔还以为他被抡死了，却见始皇帝突然咳出一大口血，慢慢的站了起来，头上因为哈迪斯的一击而流血不止，把眼罩粘住了。见此，哈迪斯笑道，还能打吗人之王？回答当然是没问题。说着，始皇帝摘下了满是血的眼罩，观众席上的中华皇帝们都是一惊，随后齐齐低头闭眼行礼。统治了整个华夏的人之王终于露出了他真正的样子，继续战斗吧冥界之王。承受了他的一击之后，居然还能笑出来，哈迪斯非常满意，这样才称得上是王。说着提枪冲向始皇帝，长枪以破空之势朝始皇帝施展连续突刺。
凌厉的攻击让始皇帝只能避其锋芒，但布伦希尔德看得出来，始皇帝并非伤重无法反击，而是在等待着能够施展成立天风的机会。见此，哈迪斯再次使出绝招，大地毁灭者恐怖的攻击重重砸在始皇帝身上，始皇帝只能架起双臂勉力抵挡，他仍旧被这股力量压制得动弹不得。就在众人以为一切都结束之时，却见始皇帝的眼中亮起了星星，他吐出一口气，气团轻飘飘地砸向哈迪斯的手臂。哈迪斯手上突然一松，压制的力量居然就这么被卸掉了。始皇帝趁机拽住长枪，使出成立天风，反手利用长枪架起哈迪斯，抡过头顶。随着一声大喝，哈迪斯被重重地砸在地上，哈迪斯被砸得吐血。始皇帝乘胜追击，使出龙爪冲向哈迪斯，就见哈迪斯所在的地方烟雾弥漫。下一秒，哈迪斯手持长枪破我而出，始皇帝在空中迅速转身，躲开秃子之后落到了哈迪斯身后。哈迪斯很疑惑，他的攻击为什么会被反击？始皇帝的眼中倒映着哈迪斯的伤口，突然他就像是被凭空殴打了一样，全身上下都传来了疼痛。始皇帝长吹一口气，不闪不避的正面冲向哈迪斯。哈迪斯抬枪又是一发突刺，始皇帝再次吐出气团砸向哈迪斯胸口。哈迪斯突然像是被定住一样，动作出现瞬间的迟缓。始皇帝趁机俯身避开长枪，对着哈迪斯的腹部猛地一击，使用毛式泰山龙爪。恐怖的力量瞬间将哈迪斯轰得倒飞出去，滑出数米远才堪堪停下。在场的人神无不瞪大了眼，因为哈迪斯的腹部赫然被始皇帝的龙爪刺出了骇人的伤口。阿瑞斯不敢置信，那个人类究竟干了什么，居然能让哈迪斯受这么重的伤。只是宙斯突然出现，表示哈迪斯很快会察觉到究竟发生什么事了。吃了2次鳖的哈迪斯迅速指向了问题所在，那就是始皇帝的吐息。用吐出的气团撞击对方的力量核心，从而扰乱对方力量的流动，真是了不起的技巧。始皇帝表示自己可是看得一清二楚，寄宿在哈迪斯身上的星星。观战的日本团这边当起了解说员。万物中都有一种名为气的东西流动着，并且在气的流动之中必然存在着要害，就算只用一点点力量击中要害，也能将气的流动打乱，进而使原本的力量无法发挥。始皇帝仅凭吐息就能将那种程度的力量溃散，简直是比致命伤还要恐怖的杀技，而且居然还要在死斗的最高潮捕捉到要害的位置后抓住机会攻击，这种绝技就算是他都根本办不到。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们想和始皇帝较量一番的决心。这边布伦希尔德也正在和格雷解释何为气。气的要害就是始皇帝说的星，瞄准星用空气团扰乱，那正是齿忧弩式波流龟。虽然听不懂，但总觉得好厉害。格雷不明白，既然始皇帝能看到星，又为什么将眼睛遮住呢？得到了超乎常人的能力，就必须会失去其他事物，这就是人类。果然，目睹哈迪斯伤口的始皇帝突然发出一声痛呼，紧接着哈迪斯受伤的同样位置，始皇帝的腹部也出现了一模一样的伤口。哈迪斯疑惑地沉默着，却见始皇帝笑着指了指自己的眼睛，所以他才讨厌在战斗中使用这双眼，真疼啊！那个孩子是史上遭受了最多诅咒的王子。公元前230年长平之战，秦将白起坑杀赵国降兵45万。隔年，在赵国为质的秦王王子子楚与赵国武姬赵姬生下一子，名曰嬴政，正是日后的始皇帝。2年后，子楚独自逃回秦国，赵姬也放弃了抚养嬴政。秦昭襄王发兵赵国，并包围都城邯郸，就连国家也抛弃了他。5年后的邯郸外，诅咒和谩骂将秦国的王子幽禁所涂抹得一片狼藉。面对守卫侍卫的谩骂威胁，年仅7岁的小嬴政只能挤出谄媚的笑，感谢他们每天守护自己的家。而他的傻笑只会让人觉得恶心。在秦的攻击包围过后，赵国仍旧把嬴政作为人质。小嬴政常年来独自承受着赵国人民的憎恨，在严密的监视下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。这天，小嬴政回到家，却发现家里来了许多性感漂亮的大姐姐。大姐姐自称春燕，是负责照顾她的新护卫。而面对春燕不善的威胁，嬴政仍然露出了那副恶心的笑容，非常有礼貌地欢迎了春燕的到来。参观完嬴政破烂不堪的家后，嬴政殷勤地去给春燕打水，但他的态度却让春燕非常不爽。他真的是个7岁的孩子吗？像他这种年纪的孩子，随时哭闹和生气都很正常，而他却只会露出让人恶心的傻笑。嬴政被吓到了，连忙做出滑稽的生气动作，想要让春燕开心。春燕彻底没了脾气，让嬴政帮忙一起打扫屋子。就这样，小嬴政和春燕的奇妙拟家生活开始了。